面积接近10个上海崇明岛，曾是我国故土的巴拉望还能收回来吗？中国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在历史上与我国存在一定渊源，但目前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巴拉望岛是一座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岛屿，曾是我国的领土。1946年在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后，巴拉望岛也随之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菲律宾位于东南亚，国土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主要岛屿包括棉兰老岛、萨马岛、吕宋岛等11个，共占国土面积的 96%。众多岛屿为其提供了长约18533千米的海岸线。该国总面积约 29.97 万平方公里，国内人口大约 1.17亿，其中有 85% 以上都是马来人。菲律宾的西部是我国南海，东部濒临太平洋，北部与我国台湾岛隔巴士海峡相望，南部和西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隔苏拉威西海与巴拉巴克海峡相对，其地形多以山地为主，平原只有零星一点。另外，境内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21座，最大的活火山是吕宋岛东南的马荣火山，而棉兰老岛的阿波火山是境内的最高峰，其海拔约2954米。菲律宾属热带雨林气候，受海洋季风影响，年降水量约2000至3000毫米，森林分布广，野生动植物有近万种，当地矿产种类20多种，主要有铜矿48亿吨、镍10.9亿吨、金1.36亿吨。巴拉望岛西北部海域有大约 3.5 亿桶石油。2023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约 4371.46 亿美元，其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受国际市场影响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 60%。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在外劳工约230万人，主要在沙特、阿联酋等国工作，工业以电子、化工等制造业为主。菲律宾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过程也存在高通胀、高债务、高失业率等问题。巴拉望岛的地势狭长，并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岛屿长约423公里，最窄处约为9公里，最宽处约为45公里，面积约 1.18 万平方公里，比上海的面积还要大上10倍。岛上最大城市则是中部东海岸的普林塞萨港。巴拉望岛的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基本在27摄氏度以上，而且沿海地区种植着稻米、椰子等作物，还拥有高达 90% 的森林覆盖率。另外，岛上还有一些矿产资源，如汞、铬、锰等，其储量都比较可观。目前这座岛屿上的人口约 31.16 万，主要靠渔业、采集等维持生计。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如今却成为菲律宾的第5大岛，被称为菲律宾的最后一块净土。2. 巴拉望岛的战略价值。虽然巴拉望岛的开发力度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拥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东北方是菲律宾的吕宋岛，东面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西面隔着南海与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相望，西南方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岛。这样的位置使得巴拉望岛成为连接亚太地区的枢纽，并且它还靠近我国南海的贸易航道。从西太平洋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国际航线必须绕到巴拉望岛附近海域。由于东北亚地区进出口的货物路途遥远，所以在通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可以将巴拉望岛作为一座中转站，为来往船只提供补给。而且南海拥有37条世界级的航线，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货物，其中 90% 都要经过南海海域，韩国与日本进口的石油 90% 也要经过南海海域，可见在海上交通与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巴拉望岛还因为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维稳亚太地区的关键。毕竟巴拉望岛和我国南海仙滨礁的距离仅有141千米，距离仁爱礁有198千米，与舰长礁的距离更短，仅有80千米。与黄岩岛的距离较远，但也只有相隔460千米。所以从巴拉望岛不管是去南沙地区还是中沙地区，其距离都是非常的近，可谓紧盯我国南海防线的前沿哨所。另外，在巴拉望岛中东部有一个港口城市普林塞萨港，其西班牙文意思是公主港。普林塞萨港地处洪达湾南岸，外围是苏禄海，成为该处海湾的天然屏障，所以这里既是巴拉望岛的经济中心，也是重要的渔业基地和贸易转运站。3. 巴拉望岛为什么会成为菲律宾的领土？
元朝时期的巴拉望岛属于苏禄国管辖，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巴拉望岛就成为了明朝的附属国。到了清朝时，苏禄国依然定期向中原进贡。在18至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侵入东南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入侵越来越迅猛，此地的岛屿逐渐被侵占，而巴拉望岛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西班牙占据，统治长达300年。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统治的巴拉望岛也随之转到了美国名下。在1946年经得美国同意后，菲律宾才正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之后不仅将巴拉望岛划分到自己国内，连我国南海也被菲律宾称为西菲律宾海，企图侵占我国南海大片海域。面对菲律宾的无耻行为，我们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措施，迫使他放弃拥有我国南海这不切实际的幻想。目前巴拉望岛已归属菲律宾78年，虽然不曾对巴拉望岛进行开发，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巴拉望岛军事化程度较高，而美国也计划在巴拉望岛南部建设军事基地。只要美国没有失去霸主的地位，对于收回巴拉望岛的几率就非常渺茫。陕西全国省内差异最大的省，为何说看上去更像3个省？英国大不列颠岛的地理轮廓与我国陕西省较为相似，都是南北长，东西窄，所以很多人都会将它俩做比较。苏格兰位于大不列颠岛的北部，其南部则是英格兰，两者在地理与文化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而我国陕西省的北部、中部与南部就像是散装的，在地理环境、气候与风土人情上差别都比较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陕西省的发展较为均衡。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陕西省，它不仅地处我国黄河流域的中游，四周更是被山西、河南、宁夏、甘肃、四川、重庆、湖北和内蒙古包围，有3953万的常住人口生活在这片20.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南北距离863千米，东西最大距离约510千米。陕西省的整体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其地形为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3大自然区。黄土高原位于陕西省的北部，海拔高度在900至1900米，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0%，达8.22万平方公里。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其海拔在460至850米，拥有4.9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据了全省的24%。位于省南部的秦巴山区的面积占全省的36%，达7.4万平方公里，且海拔高度在1000至3000米。另外，因为陕西省地跨了我国长江与黄河2大河的主要流域，其省内的水能资源是非常充足。陕西省因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其东部是我国的山河4省，西面则是甘肃、新疆等西北内陆，南部可以深入川渝地区，它具备城东起西连接南北的地理位置。这么关键的区位优势，不仅让陕西省成为连接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还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陕西省的地质拥有优越的成矿条件，其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等，且蕴藏量都非常丰富。比如石油保有储量排在全国的第3位，煤、天然气、水泥灰岩保有储量均排第4位。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为陕西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陕西省并没有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也是我国中部地区没有采取强省会战略为数不多的省份之一。在经济发展方面，陕西省致力于打造多个城市协同发展的局面，比如属于省会的西安市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企业，而位于陕北地区的榆林市则是依托于能源化工以及新材料产业进行经济转型。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市则是承接省内的产业转移，留住了大量人才。由此可以看出，陕西省内的城市发展较为均衡。2024年的 GDP 达 3.56 万亿元。2. 陕北、关中、汉中的差异。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陕西省的形状为南北长，东西较窄，从北到南依次为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区。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陕西省境内的区域拥有较大差异。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其北部是内蒙古的毛乌素沙地，东部则与山西省西部隔黄河相望，
西部和甘肃的宁夏以子午岭为界限相邻，关中地区的铜川在它的南部。这一区域主要由榆林和延安两市组成，面积可达 9.25 万平方公里。其气候虽然干旱，但植被覆盖率如今已经达到了 53%。陕北的文化受到农耕和游牧文明的影响，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在饮食以面食和羊肉为主，方言接近山西话。陕北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应该是巨大的，但地理环境限制了发展。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形成了关中平原，这一区域的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经济相对发达。另外，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发展农业，且因地处中原，所以在饮食方面多以面食为主。它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千米，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占陕西省的 27%。关中因土壤肥沃，故有800里秦川的赞誉。区域范围包括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因地处潼关、武关、散关和萧关之中，背山带河，易守难攻，所以西安自古便是作为都城的理想之地。陕南地区则是位于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区域范围包括汉中、安康、商洛3个地级市。陕南地区的南部与川渝相邻，地理环境与南方相似，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与陕北地区的差异非常明显。在饮食上也是更接近川渝，以米饭为主。陕南地区的东部是秦楚文化的交融之地，有着秦风楚韵的称号。未来10年，贵州可能会消失的5个县，个个都很有可能。贵州省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部分县由于行政区域调整，如撤县建区、撤县设市或合并等操作，出现了消失的现象。这些调整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未来10年，贵州可能消失的是哪5个县？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紧邻省会的2县龙里与惠水。龙里县隶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其土地面积1521平方公里，仅占全省面积的 0.86%。这里常住人口约 23.5 万，多个民族和谐共居，包括汉族、布依族、苗族等20余个民族。其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中部隆起，山丘、盆地、河谷相互交错，形成独特的地理景观。海拔范围在1080米至1500米之间，年平均降水量充沛，达到1089.3毫升。气候湿润，常年维持在 80% 的湿度，森林资源丰富，覆盖了134.4万亩的土地，其中林地面积达到78.41万亩，使得森林覆盖率高达 63.41%。红军长征曾2次经过龙里县，留下了如观音山、清水江等丰富的文化遗址和故事。2023年龙里县的地区生产总值达 226.3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2%。惠水县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下的一个县，坐落于黔中高原的南部，拥有约 2471.79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户籍人口约 47.97 万。这里因连江和勐江2江交汇，滋润全境，故名惠水。惠水县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境内有众多旅游景点，如好花红乡村旅游区、连江公园等。总体地势北高南低，龙塘山为最高点，海拔达 1690.7 米，而连江南流出的打场河则为最低点，海拔666米。2024年惠水县的生产总值达 166.31 亿元，同比增长 3.4%。这2个县紧邻省会贵阳，受强省会战略和贵阳、贵安同城化的影响，可能通过撤县社区融入贵阳都市圈。2. 可能会合并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2个县市。温安县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北部，分别与余庆县、福泉市、黄平县、开阳县、播州区接壤。该县总面积达19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 39.25 万人。温安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森林城市，其森林覆盖率在2021年已达到 62.44%， 且境内拥有草堂古邑、江界河景区、朱家山森林公园以及建中茶旅小镇等众多旅游景点。2024年，温安县的生产总值已达 209.92 亿元，实现了 7.7% 的同比增长。
福泉市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北部，是黔南地区的一座县级市。它坐落在云贵高原的左斜坡上，拥有约1688平方公里的面积和约34.2万的人口。因城区内的福泉山上一口古井而得名。该市在1996年撤县设市后，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名称。地势上，福泉市西部和北部较高，而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势相对较低。该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福泉古城文化旅游区、黄丝江边旅游度假区等知名景点。2024年，福泉市的生产总值达到301亿元，同比增长了 9.4%。万安县与福泉市的经济联系紧密，存在着合并组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可能性。3. 贵州铜仁市的行政规划调整。德江县地处贵州省的东北部，是铜仁县的一座下辖县，离省会贵阳342公里，分别与印江县、凤冈县、思南县、沿河县、务川县接壤，其总面积为2072平方公里，拥有约38.59万常住人口。地势西北高，中部缓平，东部略低，喀斯特地貌与常态侵蚀地貌交错分布。2024年，德江县的 GDP 达到182.13亿元，同比增长了 4.6%。思南县坐落于贵州省铜仁市的西部，分别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石阡县和德江县接壤，总面积达2230.5平方公里，居住者约66.5万人口。该县以其丰富的自然景观著称，如思南温泉、石林旅游区、壮观的乌江腾龙峡和秀美的好江湾等。该县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占全县面积的 48.5%， 可达1081.71平方公里。2024年，思南县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94.38亿元，同比增长了 4.8%。近些年来，铜仁市正在积极推动思德印一体化发展，或推动县域整合。未来这两个县可能会经历撤县设市或者社区的行政规划调整。未来湖北可能会消失的4个县，个个都很有可能。在过去的10年里，湖北省共有3个县完成了撤县社区或撤县立市，分别为十堰市的勋县，在2014年升级为勋阳区，2016年和2020年将荆门市的荆山县和监利区设立为县级的荆山市与监利市，还是隶属于荆门市管辖。未来10年，湖北省的行政区划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团风县位于湖北省东部的黄冈市境内，与鄂州市、忻州区、黄州区、浠水县、罗田县及麻城市接壤。此地拥有约831.6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其常住人口约26.57万。2023年，团风县实现了142.93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5.5%。该县地处大别山南麓，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形成了低山丘陵向长江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其中东北部的大旗山脉主峰海拔高达1040.8米，而海拔50米左右的平原则主要分布在沿江及莒水一带。此外，团风县内名胜古迹众多，如杨岔湖的度假休闲风景区、回龙山旅游胜地、牛车河旅游休闲风景区以及大旗山省级森林公园等。这些景点不仅丰富了团风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此县的人口不足30万，其经济规模较小，以后可能会与黄州区或周边的县如浠水县合并。沙洋县隶属于湖北省荆门市的下辖县，其东临汉江与钟祥市、天门市隔江相望，西滨漳水与当阳市毗邻，南滨长湖与荆州、钱江交界，北靠金山余脉，与多刀区、东宝区接壤。它的土地面积达204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38.79万。此地因古代尉迟恭在汉津口旁的琼台山建造沙洋堡而得名。据数据显示，沙洋县在2024年的 GDP 达333.29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6.7%。地理上，沙洋县位于江汉平原湖区的西北部，与金山余脉东南的山岗丘陵地带交错，地势北高南低，整体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的平缓倾斜。其中马梁山的主峰是沙翔县的最高处，其海拔高达155米，而长湖底最深处则为海拔最低点，可达27米。
此外，沙洋县位于中纬度地区，拥有北亚热带湿润大陆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温和宜人，为 16.1 度，年降水量也相当充沛，达到1025.6毫米。在生态方面，沙洋县境内拥有丰富的森林植物资源，共计482种，其中包括银杏、杜种等珍稀保护植物，为生态环境增添了独特魅力。此县靠近荆门城区，若城区扩容，可能会对它撤县社区。鹤峰县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与湖南省接壤，全县总面积达286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7.44万。这里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特征。其中牛池海拔最高达2098.1米，而江口则是最低点，海拔仅194.6米。鹤峰县的自然景观如木林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娄水峡谷、董家河和平山峡谷等。同时，该县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2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89.08亿元，同比增长 6.4%。此外，鹤峰县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煤矿、磷矿、钒矿等31种，特别是走马磷矿区。作为湘鄂地区的重要矿区，其风化磷矿储量高达 11.78 亿吨，是全国第2大矿区。这些资源为鹤峰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鹤峰县是一座山区县，此县的人口密度全省最低，基本上约每平方公里有70人，之后可能存在与邻近县合并的可能性。竹溪县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坐落于鄂豫陕3省交界的秦巴山区，与平利县、镇平县等接壤，全县总面积达到33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8.21万。境内山川交错，拥有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约为1000毫米。在2023年，竹溪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9.68亿元，同比增长 8.1%。这里的大巴山脉是全县山系的发源地，形成了丘陵、盆地、低山、中山、高山等多种地貌。竹溪县生态环境良好，是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地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76.8%， 植被覆盖率更是达到了 83.9%。此外，竹溪县还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以它名的资源储量矿产有15种之多，这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竹溪县的户籍人口持续外流，经济总量偏弱，之后可能会与竹山县或房县进行合并。我国在冲之鸟礁科考，却让日本破防，这片专属经济区为何不被承认？近期，日本对中国的科考船采取了强硬的警告措施，禁止其接近其控制的冲之鸟礁。这一举动再次展现了日本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冲之鸟礁海域对日本而言具有极高的敏感性，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冲之鸟礁的历史。冲之鸟礁坐落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域，其礁体面积仅 7.8 平方米，是一块巨大的礁石。不过它距离日本东京约1740公里，距琉球那霸约1100公里，与硫磺岛的小笠原群岛的父岛的距离也分别仅有720公里和910公里。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冲之鸟礁成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根据历史记录可以看出，冲之鸟礁最早由西班牙探险家在1543年发现。当时贝尔南多航行至西太平洋菲律宾海域时，发现了这一露出水面的岩礁，但因当时未察觉其潜在价值，仅在航海图上进行了标记。直至1789年，英国人道格拉斯再度发现此礁，并将其命名为道格拉斯礁。当时菲律宾海地区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包括菲律宾、马绍尔群岛等地区均为其殖民地。然而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战胜西班牙，接管了菲律宾这一殖民地。为避免其他殖民地亦遭侵占，西班牙将西太平洋部分岛屿授予德国，其中便包括冲之鸟礁，自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宣战德国，夺得了德国在东亚的多处领土，冲之鸟礁也随之落入日本手中。战后依据凡尔赛合约，冲之鸟礁被认定为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在二战期间，美国曾掌管包括冲之鸟礁在内的小笠原群岛，直至1968年美国与日本签署返还小笠原协议。
冲之鸟礁最终重回日本之手，并被纳入东京都的管辖范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可享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而礁石则无此权益。若冲之鸟礁被认定为岛屿，日本便可声称拥有近7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这一海域资源丰富，包括油气资源、渔业资源以及铜矿和稀有金属矿等。此外，其地理位置紧邻关岛、塞班岛等重要岛屿，扼守西太平洋的航运要道，使得冲之鸟礁的认定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日本已在冲之鸟礁设立标识，明确标示其为日本国东京都小笠原村冲之鸟岛，并由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进行管理。2. 中日在冲之鸟礁附近爆发对峙。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26号下午5点40分左右，中国海洋科学考察船加更号在冲之鸟礁东部约270公里的公海上被雷达捕捉到。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注意，他们迅速派遣固定翼巡逻机前往现场。巡逻机抵达后，不仅在加更号上方进行多次超低空飞行，其标识清晰可见，甚至船上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通过无线电，日本方面不断向中国科考船发出驱离指令，试图迫使其离开该区域。为加强施压，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增派了巡逻船只，意图配合空中力量，共同对加更号施加压力。然而，加更号并非一与之退缩的科考船，面对日本的海空双重干预，中国船员们毫不畏惧，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完成了科研任务。长达5小时的对抗中，科考船坚定地守护在指定海域内，与日本干扰势力展开激烈对峙，直至最后成功进行缆线装置的释放与回收后，加更号才从容不迫地撤离现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冲之鸟礁附近作业的科考船完全是符合国际法，行使公海自由权利，日本无权干涉。3. 冲之鸟礁专属经济区为何不被承认？当中国科考船在冲之鸟礁区域进行正常作业时，无视了日本所提出的警告，这一行动令日本方面感到极度不满。官房长官林芳正在记者会上提出中国立即停止此项活动的要求。据日媒报道，日本方面的紧张情绪还在持续升温。5月27号，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冲之鸟礁并非岛屿，而是一块礁石，其面积在涨潮时甚至不足10平方米。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礁石并不具备专属经济区。日本方面将冲之鸟礁视为岛屿，并据此主张近7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还损失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孟加拉国5个世界唯一背后的发展困境，结合地图了解一下。提及南亚，人们常联想到其炙热的气候、经济相对滞后以及人口密集。该地区孟加拉国的面积仅相当于我国的安徽省，却拥有 1.7 亿人口，大约是安徽的3倍多。该国每平方公里居住着高达1342人，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许多国家，位居全世界人口密度的第9位。还在孟加拉国之前的大多是面积狭小的国家或地区。它之所以拥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恒河三角洲。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孟加拉国面临着严重的垃圾污染问题，高达 90% 的垃圾污染率使得日常生活充满臭气与污水。说到这里，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孟加拉国是靠什么养活着 1.7 亿人口的？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孟加拉国地理。孟加拉国原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印巴分治于1971年独立建国，形成了孟加拉共和国。这个国家位于南亚东北部，坐落在恒河与布拉马普拉特河的冲积三角洲上，其地理环境独特，东西北3面与印度接壤，东南则与缅甸相连，南部则紧邻孟加拉湾，国土面积约为 14.76 万平方公里，其中 85% 的土地为平原，地势相对低平。该国因其丰富的水系而闻名，包括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大河形成了密集的河网水系，这些河流在雨季时极易泛滥，导致频繁的洪水灾害。在气候方面，孟加拉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雨季的降水量尤为充沛，而旱季则相对少雨。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和服装业。在外交政策上，该国秉持温和的外交路线，积极依赖多国外交关系，特别是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紧密合作。在2021-2022财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4602亿美元，人均 GDP 为2793美元。此外，孟加拉国人口约 1.72 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孟加拉族占人口总数的 98%， 是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除此之外，还有查拉尔马族、加诺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2. 孟加拉国的5个世界唯一。孟加拉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季节划分，一年被细分为6季，打破了常规的春夏秋冬4季划分。在这6季中，雨季穿插在夏季与秋季之间，而凉季则横亘于秋冬之间，为其气候增添了更多变化。孟加拉国在脏乱差方面超越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尽管如此，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却与新加坡不相上下，但经济状况却截然不同，极度贫困的现象令人扼腕。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国拥有一条长达150公里的天然海滩——考克斯巴扎尔海滩。然而，这条海滩并未给孟加拉国带来显著的旅游收益，相反，该国的游客数量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以人力3轮车为主要城市交通工具，这种车在该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为了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力量。3. 孟加拉国靠什么养活 1.7 亿人？支撑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就是农业。孟加拉国有70%左右的居民直接依赖于农业为生，这得益于孟加拉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适宜农业发展的理想之地。幸运的是，孟加拉国并没有面临严重的粮食缺口问题，每年只需要进口几百万吨小麦，大部分稻米可以自给自足。这个成绩比菲律宾和韩国、日本都要好。虽然经济条件相对困难，但基本的生活需求尚可满足。孟加拉国位于恒河和贾木纳河的冲积平原之上，其中恒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总面积超过 10.5 万平方公里，其中2/3属于孟加拉国境内。至于辽阔的平原使得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都适宜耕种，除了东南的吉大港山区和一些自然保护区外，地处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3条大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格纳河在这里交汇，形成庞大的水系网络。这种丰富的水资源和适宜的纬度条件为孟加拉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里，一年可以种植3季作物，稻米的种植比例也极高，这里土地几乎为农业生产量身定制，使其能够勉强养活全国的 1.7 亿人口。